2月19日，美国特使基斯凯罗格抵达基辅进行访问，并于2月20日与泽连斯基进行会晤，讨论关于改进后的矿产协议。会晤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与美国总统就投资和安全问题达成一项真正有用的协议。换句话说，乌克兰与美国的矿产协议有了新进展。或许不久之后，美国就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问题来了，明明刚在沙特与俄罗斯讨论了停战问题，为什么特朗普还想要继续援乌？那么这项矿产协议能否为乌克兰带来优势？早在2月3日，特朗普就在白宫表示，希望乌克兰通过向美国供应稀土等资源，换取美国队伍军援。对于这点，泽连斯基的确是同意的。2月7日，泽连斯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在谈交易，那就做交易吧，我们赞成。在2024年秋天，乌克兰就曾向盟友提出开放关键矿产投资的想法。作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不仅土地肥沃，也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乌克兰的稀土矿储量大约占全球总储量的 3%， 主要分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区。钛和油储量则是欧洲最大。钛对航空航天工业比较重要，而油是核能和制造核武器的原料。石墨储量则占全球总储量的 20%。 美国所需的矿产资源大多依赖进口。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美国所需的50种关键矿产中，其中12种完全依赖进口，另外还有16种的进口依赖度超过 50%。 乌克兰政府则表示，在这50种关键矿产中，乌克兰拥有其中22种的矿床。如果可以拿矿产换军援，对于乌克兰和美国来说属于是一种双赢。按照泽连斯基的话来说，乌俄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67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及315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支持，算下来不过1000亿美元。如今特朗普却让乌克兰偿还5000亿美元，还要求乌克兰授权美国拥有乌克兰 50% 的矿产资源，里面还不包括乌克兰需要的安全条款。不过泽连斯基与凯洛格交谈后表示，这次会晤恢复了希望，换而言之，就是稀土换援助的矿产合作协议有了新进展。如果协议达成，在短期内，乌克兰就能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与财政支持。问题来了，在美俄商讨和谈准备结束乌俄战争时期，美国为何还要与乌克兰商讨矿产换援助的协议？对于美国来说，在乌俄冲突中全力支持乌克兰，这是美国与欧洲的共识，这也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等到了特朗普时期，认为乌俄冲突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一些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稀土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美国在援助这件事上对国内造成的影响。而且乌俄和谈与援助乌克兰这两件事并不冲突，因为在停火之后，乌克兰依旧需要进行武装，以此来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美国与乌克兰签署矿产换援助的协议中，大概会有乌克兰急需的安全条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会继续援助乌克兰。有意思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之间的矛盾也下到克里姆林宫了。因为一切太过顺利，部分官员开始担忧谈判中的陷阱。关于美乌矿产协议能否为乌克兰带来优势，火力军只能说，如果处理得当，这是双赢。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乌克兰的商人认为，如果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中间地带，这笔交易可能是一个为乌克兰经济注入新资本的机会，尤其是一些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毕竟美国想要获得乌克兰的矿产，不是说句话就能获得，是需要投入资金的，比如以某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并且美国或许还会部署军队以保护资源。当然，具体情况如何还要看协议具体内容。乌俄战场之上，俄罗斯总参谋部第一副参谋长鲁德斯科伊声称，俄军已经夺回库尔斯克 64% 的领土，占据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与赫尔松大约 75% 的面积。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库尔斯克方向，按照俄罗斯的说法，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向四面八方推进。实际上，俄军的士兵的确挺多，但伤亡是一点都不说。乌克兰的排级指挥官表示，俄军使用的车辆明显减少，并且正在进行由低素质人员与受伤军人组成的步兵突击。不仅乌克兰报道了这种新闻，俄罗斯军事爱好者也表示，俄军第155旅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自杀式冲锋。根据战线图来看，乌俄在库尔斯克的战斗主要围绕3个地区，分别是法纳谢耶夫卡、斯维尔德利科沃与尼科利斯基。其中，尼科利斯基位于小洛克尼亚南方。俄军大概是发现无论怎么做也无法突破小洛克尼亚，于是采取迂回战术，主攻尼科利斯基，截断乌军在小洛克尼亚的后勤。俄军对斯维尔德利科沃的进攻，则是想要消除乌俄边境的突出部分，顺带影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勤。
法纳谢耶夫卡则是乌军的反攻地带，等到人员备齐之后，或许会有新情况。苏梅边境地区，乌军第78空降团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了俄军2辆 BMD-2 战车。这段时间，俄军频繁派遣侦察小队进入苏梅，不排除发动新袭击的可能。乌军1万预备役进入库尔斯克，加大反攻力度，或许就是想要以攻代守。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哈尔科夫市东北部发起了进攻，结果不仅毫无进展，反而为乌军贡献了新的战绩。面对俄罗斯的机械化袭击，乌军摧毁了30名人员和数辆不详的装甲车。红军村地区，乌军在达钦斯克成功压制俄军。乌军第68独立猎人旅的一名指挥官表示，乌军在红军村南部的进攻强度有所缩减。在此之前，每隔1到2个小时就会有多达20名俄军士兵从不同方向对乌军阵地发动突袭。但是现在这类攻击已显著减少，加上天气原因，俄军在攻击中使用装甲车的次数大幅减少。正因如此，乌军在反攻期间已经夺回一些阵地。扎波罗热方向未经证实的俄罗斯消息声称，俄军占领了皮亚季哈特基，并占据了卡缅西克的一半，其余部分则是有争议的灰色地带。就战线情况来看，或许是因为乌俄双方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谈判与协议上，并未爆发太过激烈的战斗。但由于俄军的攻势太过粗糙，伤亡还是达到了1280人，并有12辆坦克、18辆装甲车与52门火炮被摧毁。乌俄战场之外，有消息称，俄罗斯正在增加滑翔炸弹的产量，并对其巡航导弹进行现代化改造。俄罗斯国防部计划在2025年生产超过750枚 9M723 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以及超过560枚 KH-101。有消息称，俄罗斯正在为 KH-101 进行升级，以增加各种种类的弹头，并升级了相机和处理单元，避免巡航导弹受到电子战的干扰。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2025年订购了超过7万枚滑翔炸弹，高于2024年生产的4万枚。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声明，在日本海上空发现了一架俄军伊尔20侦察机，该机自俄本土方向飞来，飞至日本海上空后开始朝西南方向前进，并在京都府京甲外海改变航向，后续朝西北方向折返。对此，日本航空自卫队派遣相应战机部队进行紧急升空。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俄罗斯近期以来的首次对日行动。据日本防卫省此前声明显示，日本自卫队于2月1日侦测到一艘俄军侦察舰出现在冲绳岛东南方约50公里处，出现在宫崎县外海的临街区等海域。9日还通过了大隅海峡，而这也是日本首度在日本海域附近监测到俄军舰。为预防其产生的直接威胁，日本一度派出了多艘舰艇以及巡逻机。根据媒体报道，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北约盟军作战司令部、北约海上司令部和北约总部联合成立了一支由自主无人系统组成的特遣部队，旨在持续快速监测和应对水下威胁。按照计划，这支特遣部队将在今年6月的北约峰会前正式启用，且主要有以下特点：其多国合作，特遣部队将借鉴美国海军第59和第66特遣队以及盟国部队的成熟经验，以形成经济高效、可快速部署的对抗方案。同时，该特遣部队还注重提升联盟部队的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对此，其已向所有盟国发出合作邀请，并将在北约框架内整合各成员国舰船等资源。其二，多域作战整合。特遣部队将与北约推行的3级战备体系以及盟军反应部队形成互补，共同构建北约的全普威慑体系。此外，据相关人员表示，该部队还将在现有北约决策和倡议基础上，逐步向跨地区、跨领域的方向拓展职能，为实现北约数字海洋愿景计划提供实时且全方位的海事信息。其三，技术先进。根据北约官方信息，特遣部队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可对卫星图像、声纳数据等进行分析，并及时传回指挥中心。未来，北约自主研发的主帆软件也将由该特遣部队率先使用，以提升北约整体海上态势感知能力。此外，据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司令皮埃尔·旺迪耶指出，特遣部队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以及北大西洋的军事活动。为此，北约曾于今年1月宣布实施波罗的海哨兵行动，并于2月中旬派遣特遣部队参与作战部署。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会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